每日中文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宇，欢迎回到每日中文 Podcast。各位朋友，常言道，文以载道，汉字不仅仅是记录的工具，每一个方块字都是一块活化石，封存着千百年前古人的呼吸与智慧。今天作为汉字故事系列的开篇，我想邀请大家静下心来，聆听一位特殊人物的故事。他是生命的源头，是爱的中心。让我们从他的根本，也就是汉字的部首讲起。这就是关于女字旁的故事，女人的故事。请闭上双眼，想象一下“女”这个字。从几千年前龟甲上那些古朴的刻痕看去，女字宛如一位跪坐的女子，双手交叠，恭敬地护在全胸。在旧时代，这个形象或许暗示着顺从、温婉和谦卑。但是，如果我们看得更深一点，我们不妨联想，女字中间的那一横，既像是一副承担重任的肩膀，又像是一个展开的怀抱。在看似柔弱的外表上，隐藏着坚韧的内在力量。无论处于何种地位，女性始终是那个中心，守护并包容着一切。女人的一生始于最灿烂的青春年华。当女字遇上表示年少的少字，古人创造了妙字。妙是美妙，是奇妙。因为这世间没有什么比正极芳华的少女更美好、更神秘、更充满生机了。而这种美不仅在于容颜，更在于风度。当女字遇上口字，变成了如。古人借此寓意顺遂和相和。当一位女子的言谈举止恰到好处，便能让万事如意，让家道和顺。随后，女孩长大成人，步入婚姻的殿堂。在中文里，结婚的婚字蕴含着极具浪漫色彩的文化深意。它由女字和婚字组成，意指日暮时分。为什么婚礼会和天黑有关？因为古人认为黄昏是至夜交替、阴阳相合的时刻，那是迎亲的吉时，是两个灵魂合而为一的时刻。年轻的女子在暮色中拜别父母，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旅程。婚后，她便成了那个掌灯的人。这正是家庭哲学在安字上最深刻的体现。你看，安字正是一个女人安坐在屋檐下。男人或许能建造高楼大厦，但若没有女人，那只是一堆冰冷的墙壁。只有当你回到家，看到妻子在那里，男人的心才能找到归属。家里有她在，才是安全，才是安心，才是平安。旅程继续，她迎来了最神圣的天职，做母亲。古人创造“妈”这个字时，遵循了形声的造字法则。左边是女，右边借用马的读音来指示发音。但这种声音的借用也让后人不禁联想，
做母亲是否也意味着要像牛马一样任劳严怨，为孩子付出一切？但换来这番辛劳的是极致的幸福。当母亲把孩子抱在怀里，那就是圆满的象征。这2个字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好字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比母爱更美好，没有什么比母子平安更完美。这就是为什么那句你好会带着如此美好的寓意。最后，回望历史长河，女性不仅是个体，更是人类的根本。这一点被铭刻在姓名的姓字中。姓字由女和生组成，它保留了远古母性社会的痕迹，提醒了我们那个孩子生下来都随母姓的时代。正是女性作为血统的中心，延续了千秋万代的生命之河。从一位绝妙的少女走过婚礼，成为家庭的平安，承担起妈妈的天职，创造出美好，这就是完整的一生。如今，现代女性早已走出屋檐，在社会上展现着自己的力量。但无论在哪个时代，她们的温柔和治愈力永远是这个世界最幸运的奇迹。感谢大家聆听今天关于女字的故事。下一集，你想听王宇讲什么故事呢？是关于男人的力量，力字旁，还是关于人类的心灵，心字底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王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